小姐姐不久前带着狗狗爬山游玩，没想到狗狗竟带回来了一只小野猪。小野猪没心没肺的赖在狗狗身边嬉戏打闹，甚至还胆大的钻到了狗狗的嘴里。这送上嘴的野猪肉那叫一个香味扑鼻。狗狗虽然很上头，但最后还是克制住了自己。望着这戏剧性的一幕，小姐姐都惊呆了。沉默良久后，她最终还是接受了现实，主动承担起照顾这只小野猪的责任。由于这只小野猪还很年幼，才1斤多点，小姐姐只能冲泡一些奶粉，用针筒进行投喂。小家伙非但一点都不害怕人类，反而无比乖巧的依偎在小姐姐怀中。家里的其他几只狗狗都对这个新成员充满了好奇，而那只将野猪带回家的拉布拉多则对它格外的上心。别的狗狗只是好奇的打量一会儿就离开了，它却无比认真的守在小野猪的左右不肯离开，仿佛把这个小家伙当成了自己亲生的崽。女主见状，索性将小野猪丢给狗狗照顾，自己就每天按时按量的给小野猪喂些食物。自此，小野猪就整天跟着几只狗狗混迹在一起。不久后，小野猪到了断奶的年纪，它竟然把主意打到了狗狗的食盆上，在尝了一口后就彻底爱上了狗粮的味道，而且一次能吃一大盆。然而狗狗对于食物被抢却并不生气，反而还宠溺地鼓励着小家伙多吃点。可没想到在长久和狗狗的相处过程中，小野猪的性格也被成功的带歪了。它开始主动亲近小姐姐求摸摸，甚至还要赖在主人怀里才能睡着。现在除了外表还是猪的模样，其他行为举止已经和狗狗完全没什么两样了，甚至还和狗狗学会了一身精湛的拆家本领。这怕不是真认为自己也是一只可爱的小狗狗吧？当然，小野猪最喜欢的还是家里的拉布拉多，每天就像个小跟屁虫一样黏在狗狗身边，时时刻刻都不想跟自己的老父亲分开。他们每天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甚至还会和狗狗一起跑到小姐姐身边撒娇卖萌求抱抱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小野猪逐渐长大，它和狗狗之间的关系也越发密切，而狗狗对小野猪也是百般的宠溺，每天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小野猪左右。即便现在野猪已经有它半个身体大小了，狗狗依然还每天亲密地搂着小家伙睡觉，甚至还把身体当成真皮座椅给小野猪坐。人们都说野猪天性凶猛，难以驯服。小姐姐起初还担心野猪长大后会伤害狗狗，看到它们现在相处的如此和睦，也松了口气。之后经常抽出时间带着几狗一猪外出游玩。这天，小姐姐带着野猪来到游泳池玩耍，小野猪开心地用着狗刨式游得有模有样，狗狗就像老父亲那样在一旁时刻盯着淘气的孩子。然而最近这段时间，小姐姐十分的苦恼，因为她完全低估了野猪的生长速度，仅仅半年的时间，它就已经长得膘肥体壮，可它心性还完全像个大宝宝似的。只要累了就一屁股坐在狗狗身上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有多重。这万一以后要是长到300斤再一屁股坐下去，狗狗还不得当场就去了汪星啊！现在野猪的体格已经住不下狗窝了，没办法的小姐姐只能买来铁质的床。刚开始野猪还能和狗狗一起睡在床上，没多久床的位置就只够野猪一个人睡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原本结实的铁质床竟直接被野猪睡塌了。于是男主尝试抱了一下野猪，可没想到只是抱了几下就开始乏力。好家伙，预估这猪至少有快200斤重了。最要命的是，这还不是它的极限。于是小姐姐决定在院子里给野猪重新搭建一个小房子，因为屋子里已经容不下这个庞然大物了。野猪看到自己的新房子后，开心地转起圈圈，庆幸自己当初跟着狗狗回到了家，如今不仅包吃包住过得无忧无虑，甚至还即将要搬进独栋大别墅。这是外面野猪想都不敢想的奢华生活，妥妥的猪生大赢家呀！就是不知道等它到了发情期情绪失控时，那时候的小姐姐又该去如何应对呢？如果对动物故事感兴趣，可以来我的主页观看更多。小哥在野外发现了一只犀牛甲虫，而这个童年的小伙伴此刻却无比凄惨，他似乎受了重伤，仰躺在地已经奄奄一息，旁边还围绕着一群迫不及待等待开席的蚂蚁。小哥见状伸出手指想要帮甲虫翻过身子，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一直翻不过来。拿到手上查看，才发现它已经虚弱到无法动弹。小哥心生怜悯，决定将这只甲虫带回家治疗。回家后，小哥反复尝试了好几次，都没能将甲虫仰躺的身子给翻过来。虽然甲虫身穿盔甲，看起来坚硬无比，但无脊椎的它一旦翻身就会露出软肋，直接将自己最脆弱的部位暴露给敌人。当时要是将它继续留在野外，指定是凶多吉少。光是那一群等着开席的小蚂蚁就能将它轻松收拾。此时小哥发现甲虫的3条后腿也扭伤了，估计这就是导致它无法翻身的原因。即便在小哥的帮助下能勉强翻过身子，但坚持不了几秒就会支撑不住再次翻起肚皮。估计这只甲虫是在同类争斗中不幸受伤的。那么小哥真的能将奄奄一息的甲虫给救活吗？由于甲虫喜欢生活在潮湿的环境当中，因此小哥为它准备了个塑料盒子做临时住所，还特意在上面铺了一层浸泡过的木屑打底。柔软且潮湿的木屑可以帮助甲虫得到更好的恢复。考虑到甲虫平时善于隐蔽自己的踪迹，小哥还贴心的在里面放了点枯枝树叶作为点缀，1比1模仿了甲虫野外生存的环境。这可以让甲虫有种回家的感觉，缓解它紧张的情绪，可以完全放松下来。
从而安心的休息，能更快的恢复身体健康。可接下来的问题却让小哥感到十分棘手。原本小哥放了块果冻，想让甲虫补充营养，可甲虫对小哥投喂的食物完全提不起兴趣，只是不停的在箱子里攀爬，试图逃离这里。如果甲虫一直不肯吃东西的话，就算能得到最好的照顾，也会被活活饿死。甲虫的食谱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，只要一些带糖分的食物，甚至水果蔬菜都行。而小哥投喂的果冻对甲虫来说可以算是美味了，没想到这家伙却完全视若无睹。即便小哥把它放到果冻跟前，想让它尝一口看看，可甲虫就是死活不愿意张嘴进食。小哥接连尝试了好几种办法都无济于事，最后不得不强行给甲虫进行投喂。之后小哥每天都抓着甲虫亲自给它喂食，避免小家伙会被饿死的情况发生，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甲虫做康复运动，为它受伤的几只小腿轮流进行按摩拉伸，而整个过程必须要相当的小心谨慎且有耐心，要不然一个失误就会把甲虫的腿给扯下来。就这样在小哥的精心照料下，几周后甲虫已经恢复了基本的健康，原先受伤的几条后腿也全都康复，并且已经可以正着身子自由爬行。对小哥由最初的害怕也已经转变成了信任，甚至已经敢大胆的趴在小哥手上玩耍了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他似乎也明白了小哥并不会伤害自己。这天小哥像往常一样准备拿起甲虫查看，没想到竟连带着树皮一起抓了起来。只见甲虫牢牢抓住树皮都不带松手的。看到这一幕，小哥既欣慰又有些不舍，因为他明白甲虫已经彻底恢复了健康，完全具备了回归大自然的条件，也是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。于是小哥带着甲虫来到野外准备放生。甲虫与小哥相处了将近1个多月的时间，早已经对小哥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即便此时已身处茂密的野外树林里，小甲虫也没有因为重获自由而直接离开，反而是温顺乖巧地趴在小哥的手上，仿佛在感谢小哥这段时间的照顾和救命之恩。最后小哥为甲虫挑选了一棵隐蔽的大树，这棵大树树枝丰富，绝对是个理想的好住所。不得不说，小哥对甲虫真的是关怀备至，可没想到小家伙竟站在原地迟迟不肯离开。即便小哥伸出手指不断催促着甲虫，他仍倔强地待在原地一动不动，似乎并不想和善良的小哥分开。无奈的小哥只能决定先行离开，依依不舍地挥手与小甲虫做着最后的告别，最后祝愿小甲虫未来的生活能一直健康平安。如果对动物故事感兴趣，可以来我的主页观看更多。这只小马走起路来姿势特别古怪，仔细观察才发现它的四肢有些畸形。小姐姐说这只小马天生残疾，就连正常的走路对它来说都十分困难，因此它和同样矮小的妈妈遭到前主人的遗弃。而小姐姐也经营着一家动物农场，她得知小马的遭遇后很是心疼，于是心生怜悯，将他们母子接到农场照顾。小姐姐的儿子一眼就爱上了这只可爱的小马，每天都会来农场里陪小马玩耍，很快一人一马就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可看到同伴们每天都在草地上肆意奔跑时，总会让小马感到深深的自卑，甚至就连农场里的牛羊等都能跟随在主人身后。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像正常的马那样，去到宽阔的草地上自由奔跑，可以时时刻刻跟在小主人的身边撒娇卖萌，而不是每天待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室内。不过好在他遇到了一个善良的好主人。小姐姐原本只想让小马在农场里安逸度过一生，但当她察觉到小马无比渴望正常行走时，于是联系了专业的医生，决定帮他。害怕小家伙第一次出远门会不适应，因此还特意把小马的妈妈也带上了。同伴们见状也都纷纷跑过来为他加油鼓励。或许这是小马马生中第一次坐车，害怕的不停地在座位上动来动去，但他似乎也明白主人要带自己去看病，愣是不吵不闹，坚持了3个小时抵达目的地。一番寒暄后，医生便对小马进行了详细的检查。小家伙全程就乖巧无比地躺在床上配合着，但情况却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糕。医生表示小马四肢关节扭曲是天生的，想要靠自身力量奔跑起来的概率几乎为0，但这并不代表着小马这辈子都无法奔跑，可以尝试为小马量身打造一副义肢，至于最后能不能成功，还要看小马的适应程度。眼看只有这一种办法，尽管价格昂贵，小姐姐还是决定要尝试一次。于是医生便量了一下尺寸，为制作义肢做准备。可义肢的制作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，于是小姐姐只能先带着小马回到农场里，因为小马从未离开过妈妈这么长时间，估计另一边的马妈妈已经着急坏了。回家后的小马激动地凑到妈妈的身边，似乎在和妈妈分享自己快要恢复正常的喜悦。另一边，医生也开始进行制作义肢的工作，首先用石膏制作出一个仿真的假肢，接着用各种工具进行反复打磨抛光，尽量做到和小马四肢的尺寸完全一致，这样打造出的义肢就能完美贴合小马的脚，从而让它穿起来更加的契合和舒适。就这样1周的时间眨眼即逝，终于迎来了交付义肢的重要日子。小姐姐抱着小马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，小家伙听到后开心的小腿不停摆动着，已经迫不及待要体验自由奔跑的感觉。随后小姐姐用身体紧紧抱住小马，防止它在安装过程中会乱动导致受伤。医生则拿出一只小心翼翼开始为它安装，过程中小马虽然感到一些疼痛，但它却极力在控制着身体保持不动，全力配合着医生的安装。经过20多分钟的努力，义肢被成功装好。
小马早已迫不及待要尝试正常走路的感觉了，可他刚站起身子就有些东倒西歪。尽管他已经非常努力地保持平衡，却依旧无法站稳，更别说正常行走了。显然这次的义肢安装计划失败了。小家伙静静地站在原地，脸上写满了失望。小姐姐心疼地亲吻着小马，不断安慰着小家伙不要难过。医生被小马那强烈的行走欲而打动，决定再免费帮忙重新设计一次义肢。很快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医生拿着新做的义肢，自信满满的来到农场。他表示这次一定能够让小马正常行走。小主人听到好朋友能恢复正常后，于是高兴地主动在一旁帮起了忙，望着小家伙那渴望的小眼神，只希望这一次别再让他失望而归了。由于有了上一次的安装经验，这次很快便将4只义肢安装完毕。不过这次小马没有像上次那样急切的尝试，而是站在原地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他害怕希望会再一次转变成浓浓的失望。最后在主人不断的鼓励下，小家伙这才小心翼翼踏出了第一步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小马不仅能成功站起来正常行走，没想到适应一会儿后就能快速奔跑起来，这可把他给高兴坏了，撒欢似的跟在小主人身后跑来跑去，接着又马不停蹄跑到马妈妈的身边，跟妈妈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。小姐姐牵着马妈妈在前面行走，小家伙就迈着4条小短腿紧随其后。大家都为小马恢复正常而感到开心，就连农场里的马儿都纷纷跑来为他祝贺。小家伙终于如愿以偿，自由奔跑在草地上，能够和小主人一起开心的在户外奔跑撒欢。只是短短半天的时间，小马就已经彻底适应了义肢的存在，就连小主人都已经追不上他的步伐了。这也多亏了善良小姐姐的不抛弃不放弃，才给了小马重生的机会。当然也离不开小马自身那顽强不屈的意志力，在此不得不感叹，真的是万物皆有灵性啊。不过看到最后我还是没有搞明白，这种身材矮小胖嘟嘟的小马到底是个什么品种呢？如果对动物故事感兴趣，可以来我的主页观看更多。